嗨，大家好，我是庆，欢迎来到专题系列。这一集我们要探索千鸟木构的结构之美。虽然千鸟的实际工艺核心在于接头的榫卯设计，但在数位设计流程中，更关键的是如何建立整体的几何逻辑和组织架构。这支影片我们将暂时简化细部的接头，先带大家还原千鸟的几何关系与外观造型。掌握这个原理后，未来就能更灵活地将它应用在不同的尺度设计之中。千鸟木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隈研吾建筑师的作品了。透过3根木条的交汇，就能演化出极其复杂的网格空间。从数位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精密的晶格系统。虽然实体的构造依赖复杂的榫卯设计，但它的核心规律是由简单的几何单元、平移跟旋转来构成。在接下来的教学里面，我会带大家逐步操作，看如何透过参数化的方式，让木构单元在空间中生长出具备结构与层次感的立面系统。那就进入到 Grasshopper 吧。首先，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个基础的框架模具。我们使用的是 Rectangle， 在宽度这边输入260，我的模型单位是公分。在深度这边输入500。那接着呢，我需要将它炸开，将这每一个线段变成是单独的。将它变成单独的线段之后，我们要在这每一个线段上面来进行分割。分割的话，我们用 divide length， 把这每一个线段进行单位的分割。那在长度这边，我输入20，需要留意一下这个分割的单位跟我们前面这边的宽度及深度，它是可以呈现倍数关系的。那如果你这边是没有办法被完整整除的，它可能在末端点的地方，这边就会出现非常小的分割。分割模具确认之后，我们要将它长成是背后的框架模具。在这边，我们先将它往 Z 的方向移动。移动250的单位。那接着呢，我们要将这些已经分割好的点位进行连线，来形成基础的分割模具。那它分割的状态呢，会是有一点斜斜的，像这样子斜斜的，也就是呢，它的下面编号0的这个位置，我会希望它可以连到上面的编号1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这边要使用的是 Shift List， 我把上面的这边往右偏移了一次，让它下面的呢是可以0接到0， 1接到1，这样子斜斜的。那它目前的这个 wrap 它是显示 true， 所以它最后面原先这个位置被推回来，那我现在不需要，我们把这边改成是 false 的状态。那同理，下面这边我们原先最后面这个数值其实它不会被配对到，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直接把它去掉，我们一样可以使用 Shift List。 那我们在偏移的数量这边，我们输入-1，这么一来呢，就会变成是等同于 Cool Index -1的这个效果。好，那偏移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Line 来将它们2个做连线，这样子呢就做好背后这个斜斜的模具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将它进行纵向的分割，使用的是 Divide Curve。 那在分割的数量这边，我们输入4，让它的分割数量少一点。我稍微移动一下。那我们目前做的呢，它都是只有单层的，实际的木构是带有单元深度的，所以我们需要将它再往外长一层厚度。我们使用的是 Offset 偏移曲线。好，那我们要偏移的呢是这个 Explode 后已经将这个 Rectangle Explode 成单一线段的这个线，我们将它进行偏移。
那偏移的单位呢，我们这边就直接使用前面分割的这个20，把它送进来。好，我们如果是直接使用这个 rectangle 来进行偏移的话，它会是在边角这边是连续的一个状态。那我希望我们等一下长的木构，它会是这样子直直的长过来的，而不是这样子斜斜的长过来。所以我这边使用的是已经 explode 之后的这个线段来进行 offset。 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深度的基础线，我们上面这边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重复再做一次。我们可以透过移动的方式来将这些斜的模具往外移动到我们指定的位置。那由于现在这些线段它是四面八方的，它有的是需要往下移动，有的是往右、往上跟往左，所以每个需要移动的向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取得的是这每一条线段应该怎么移动的向量。我们这边使用 pull point 来将我们已经偏移后的这个点投射到这个 offset 后的这个线段这边。那接着呢，我们就测量这个点到这个点它之间所移动的这个向量，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作为移动的参考。那我们要测向量呢，我们使用的是 vector 2 point。 好，从 A 到 B， 我们有了这个向量之后呢，就可以来使用 move。 要移动的是这个斜斜的 line。那我们要移动多少单位呢？在这边我们将这个向量单位化，用这个 amplitude 把这个 vector 送进来，然后在这个单位这边我需要往外多少，其实就等同于我们刚刚 offset 的这个深度，在这边把这个20送进来。好，我们把这个已经单位化乘以20之后的向量送到 move 这里。好，这么一来呢，我的这个线段每一个都往外去偏移了。好，我把这边先隐藏起来。我们有了内层的线分割的点，外层的线也需要进行分割。我们把这个 divide curve 稍微往这边移动，然后我把它往下复制一组。我们往外移动后的这个线，同时也要进行一样的divide curve， 我在这边直接把它送进来。好，这么一来呢，我们内层的跟外层的分割点我们都有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连线。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简易的单元。我们要将左边线段的点连接到右边线段的往下偏移2个单位的这个位置，这么一来它就会是斜斜的。同理，每个点都需要移动到往右边偏移2个单位的位置。那接着呢，右边这条线段它需要连接到左边这条线段，一样是往下偏移2个单位的位置。然后呢，我们会将中间的线段剔除掉。接着呢，我们这个木构它是有深度的，所以我们在外面的这一层一样会做同样的连线方式。那在这边我先让这个线长一点厚度，会比较好辨别。平面的方向长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将内外层呢也同时做连线。我们要做的呢是将内层的第一个点连接到外层的第3个点，然后将外层的第3个点呢再连接回内层的最后一个点。最后呢就是直接做水平的连线了，在头尾以及中间节点的地方进行水平的连线。同样的，这边我也将它长一点厚度，比较好辨别。那由于我们前面这边都是单独分开的线段，目前它的这个节点都是收成很干净的一个点，我们可以将它做 extend。那 extend 多少，这边我们就可以让它带有一点随机感，这么一来呢，就会有点错落层次的感觉。好，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在 Grasshopper 里面操作的目标。回到我们刚刚分割点位这边，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点跟它自己邻近的点来做斜向的连线。那我先把外层的这边进行隐藏，这样比较看得清楚一点。要做斜向邻近的连线呢，我们可以用 relative item。那我们把这个点送进来，在它 offset 的规则这边
因为它现在目前母层的位置我们是不会去跟动到的，所以我这边输入+0。那我要连线的是它隔壁邻近的点，所以我这边用+1。那在 item 的配对上面，我是要它0连接到隔壁下面+2的这个位置，所以这边输入+2，然后小括号，我直接把它送进来，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用 line 来做连线。这么一来呢，就画好这个斜向的连线了。我把前面这个模矩的线先隐藏起来。那刚刚我们有把这个斜向的连线中间这一条，我们有把它做剔除。那在这边就可以直接使用 Cool Pattern。我们是要不要要？好，所以是 True False True 这样子的规则。好，我把它送进来。这边我都先隐藏起来。好，这样子我们就做好连线了。那现在呢是左上到右下的连线，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左下到右上的连线。我们在这个 relative item 的规则这边，我把上面往下复制一组，我们在+2这边把它改成是-2，然后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multi-line data。 这么一来呢，我们就会同时有2种规则，分别是+1然后+2的连线跟+1然后-2的连线，这样子就会做好这个金格了。那同样的，这个是内层的金格，我们要让它长厚度，所以是在外面这一层的点，我们同样要做斜斜的画线。那我就直接把这个 relative item 我把它往下复制一组。那在这个 Cool Pattern 的这个规则里面，这边我让它一样是共用的。好，这么一来呢，我们就画好这个线段了。那我们现在内层跟外层的平面它都有了，内层跟外层的平面都有了。接下来我们要画的呢是中间层连接内外层的这个线段。好，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里面这一层的每一个 list item 0，也就是它起始点的这个位置，我要让它连接到外面这一层的 list item 2，也就是第3个点的位置，内层的0连接到外层的2。好，在这边直接做连线，移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外层的2连接到内层的最后一个点，也就是 list item -1的位置。在这边我输入-1。那输入-1的话，就可以不管目前有几个点，它就是把最后一个点选取出来。好，那在这边我一样做连线，2连接到-1。好，我调整一下目前这个 canvas 的状态。好，目前这样子呢，内层、中间的跟外面的，好，这样子都有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水平向的连线。那水平向的连线它是比较有规律性的，它的分布是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这样子的排列，所以我们直接使用 Cool Pattern 把内层用 True False 这样子的规则，跟外层一样 True False 的规则。好，这几个点也就是我们头尾的点跟中间节点的这个位置，我们要来做水平向的连线。那我们把这几个点都筛选出来之后呢，一样直接做画线，用 line， 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我把前面的这些点我都先隐藏起来。好，那这么一来呢，我们就画好这个基础的框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将它这个线段的末端来进行随机长度的 extend， 让它有一点刺刺的，有点擦擦这样子的感觉。这么一来，在视觉上就会有错落的层次感。那它目前每个都是单独线段的状态，我现在只希望在
末端点这边有 extend 就好，中间这边我先让它维持干净的。所以呢，在这边使用 join 将它的这个线连接起来，这么一来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7的一个造型。那这个7的点呢，我们只需要在上面这边进行 extend 就好，因为下面这边底端的地方是收尾的地方，通常应该会是希望维持在同样一个规则的。好，那在这边会使用到的是 extend curve， 搭配的是 random 随机。好，稍微移动一下，我现在要将这些线段进行随机长度的 extend。那总共要产生几个随机的数值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测量这一个 join curve 资料的数量，使用 tree statistics。 好，我直接把它送进来。那最后这个 count 呢，就会显示总共有几笔 path， 也就是总共几个资料夹。目前总共有72个，那这个就是我总共要产生几个随机的数值。那这个随机数值的范围呢，直接用 key in 的方式，或者是你想要使用 construct domain 也可以。我在这边直接输入0 to 30好了。好，把它送进来。那它目前是带有随机小数点的，如果你希望它稍微整齐一点，我们可以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integer numbers， 让它是整数的随机。那接下来目前呢，它是 list 的状态，我们前面这边的线段它都是 tree， 每个是有已经配对好的资料夹。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使用 match tree 来让我们这一笔目前是 list 的状态跟原先这个已经 join 起来的 curve， 让它是可以配对得上的。那它目前是 list 状态，所以我们在这边按一下右键选择 graph， 让它变成是每一个数值它是自己单独一个资料夹。这个是我们准备要整理的 tree。 那我们的目标参考 guide 的这个 tree 呢，就是原先这个 join curves 的这一笔资料，我把它送进来。那这么一来呢，刚刚这个随机的数值，它原本是0一直排列到71这样子，没有母层的，就是全部只有单独一层的资料结构，它就会变得是跟我们前面这边是吻合的，是先一个母层，然后底下一个子层这样子的资料结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值把它作为我们要 extend 多长的依据。好，我们要 extend 的 curve 是这一条。那起始点呢，先让它固定维持是15个单位好了。我的末端是要 extend 随机的数值，这样它就会有点错落的感觉。那这是内层的，接下来我们将外层的也做一样的 extend。我把这个 join curve 复制下来，那这个 extend 多长的规则，我就让它维持是一样的。这么一来，它内外层就会是 extend 一样的长度。我把它送进来，替换掉。好，这样子我内层、外层都是有 extend 的状态。我把前面这边先隐藏起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将这几个线段散布的这个线段，我们用 merge 先把它集结起来。好，内层的线，然后中间的线，外层的线，然后水平的线，这样稍微放大，把这个多的我把它删掉。这样好，这样的话呢就集结好了。那可以看到它目前并没有被整理得很干净，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在做一些 join curve 或者是 extend 的时候，它可能产生了多的0的这个子层。那我们在这边可以按一下右键，将这每一个输入端都 simplify， 确保它没有多余的子层。这么一来，它就可以干净的被集结在一起。好，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目前组构的状态，用 tree branch 来看。我们先检查00，好了，这样好，它就会是00这边
这样子是干净的一群，然后01就是它隔壁的这一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将它长成体，也就是有木条的形状。目前它都只是单一的线段，我们要长成体的话，可以使用 perframe， 稍微放大一点，我把它接进来。那我们要做起始参考工作平面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在 T 这边我输入0，然后在 Curve 这边我按右键选择再参数化，让它将整条线段视为是0到1的数值。那我们透过用 perframe 让它在每一个线段产生自己对应的垂直的断面，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断面上绘制方框，也就是我们这每一个木条的断面。接着呢，再搭配 sweep 来让它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一条基础的建构线上面的。好，我们用 rectangle 送进来。那我们这个断面它目前是长方形的，也就是它在 x 方向是-1/1，也就是2，然后在 y 方向是-2/2，也就是4。那这边我希望它是一个正方形的状态，所以我在这边一样另外再输入一个-1/1的数值。那这么一来，它就会在这每一个 perframe 上面为中心点来画一个2×2的方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 Sweep One Rail 来将它进行扫略。那 Sweep One Rail 它的专一性是很高的，就是哪一个段面对哪一个轨道，哪一个段面对哪一个轨道。那我们这个断面的状态，它目前是 n 等于9，然后轨道也是 n 等于9。我们目前需要让它是1:1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rail 跟 section 这边，我们分别都让它 graphed， 让它是可以呈现1:1的状态。好，这边都变成 n 等于1对 n 等于1，它就会很明确的知道哪一个断面要配对到哪一条轨道上。好，我们缩小看一下，我们这样子呢就长好了。那接下来我把这边先隐藏起来，这个也隐藏。我们目前 Sweep 完的这个体它是开放的，也就是它是一個 open 的 breadth， 它在这边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我希望它是实体的。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用 cap holes， 就是给它盖盖子。好，这样子呢它就封盖了。那封盖可以成功的前提是它的这个缺口它是一个平面的。好，那我们这边是符合这个状态的嘛，所以它就可以被成功的封盖。那这样其实已经大致完成了。需要留意的是，我们从 top 视角来看，它在边边这边，它在角落这边，它都会有一个缺口。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因为是希望它的这个木构的框架它是直接直直的，就是垂直的往外去做 offset， 所以呢它的这个线段我们可以从这个 offset curve 来看，跟它这个 curve 它就是这样子偏移过来跟这样子偏移过来，所以在这个角落的这边它是没有被做到的。那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空空的地方把它补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将最靠近边的这一组把它往旁边复制一次，因为我们前面这边都是已经分组的很干净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将我们要重复复制的那一组单独的选取出来。那在我们做完 Sweep One Rail 之后呢，因为我们刚刚有做 Graphed， 所以它现在每个又变成是单独的一个资料夹，我需要将它推回上一层结构的状态，所以我这边用 Shift Path， 它这边往回推的是-1，但是呢因为我们前面这边有产生了多的一个0的这个子层，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Simplify， 那这样它就会直接只针对后面这个子层去做往回推，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0分号0 n 等于9，也就是符合我们前面这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好，假设我先这边给它做一个群组 bake 起来，我先关闭。接下来想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组
把它往旁边同样复制一次，然后这一组同样把它往旁边复制一次，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这个缺角的地方让它补起来。好，我们回到 Grasshopper。那如果我们只想要把单独的头的这一组截取出来呢，我们可以用 Split Tree。好，我把它稍微移动一下，我把它送过来，然后在这个 Mask， 也就是我想要选取的哪一个 Tree 的规则是，不论在哪一个母层底下，我都只要把编号0的这个 Path， 我们把它选取出来。好，也就是目前这样子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我是要往左边移动，这个我是要往下移动，这个我是要往右移动，每一个它要移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参考前面这边，好，这个好了，我们在做这个 Shift List 的时候的这个参考点，我们把它的这个点跟这个点选取出来，每一个点的 List Item 1跟 List Item 0，我们把它选取出来，然后做 Vector 2 Point， 这样子呢，我就会产生一个这个方向的向量。好，我们把它的每一个 List Item 0跟1选取出来，0跟1就是每一个这两个点，这个就会选到这两个点，这个就会选到这两个点。好，我把它这个先隐藏起来，然后我把这个拖到后面这边。好，我的0跟1有了，那现在我要做的是 Vector 2 Point， 我再给它用一次 List Item，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点，这样子呢，我就会把这一笔选取出来的这两个资料，又可以个别的取得它的0跟1这两个，它就会变成两个单独的输出端。好，那我们要测量的呢，是从1到0这样子往左的这个方向，所以我的 Vector 2 Point， 我的 A 是1，然后我的 B 方向，我的参考 B 的点是0的这个位置。好，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取得这个方向，这个是往下的方向，这个是往右的方向，这样，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向量来作为我们要移动的依据。好，我们要移动使用的是 Move。好，我要移动这个，那我们要移动多少呢？就可以将这个 Vector 2 Point， 我们将它的向量单位化 Vector 送进来，那要移动多少单位，就是我们前面做基础分割的这个数值。我把前面移动过去，这个我们一开始是做20的这个分割，我把它拖拉到后面去。好，再放大接过来。好，然后把它移动到 Move 的这个 Transform 向量的这个参考。好，然后我就把这个 Vector 移动到这个 Move 的 Vector 里面。好，这么一来呢，我们每个0的这个位置，它都会被往它的旁边移动20个单位，也就是我们一个分割模组的单位。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角落原先是这样，它就被补起来了。好，补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将这两个把它集结起来，因为它现在是两笔分开的数值。在将它集结起来之前，可以先看一下 Move 它的这个资料夹名称，它目前多了很多多余的前面的0，也就是在母层的位置它多了一些多的0。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个 List Item 的这个 List， 我们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Simplify， 让它的送进来的这个资料呢，它是比较干净的一个状态。那这么一来呢，后面这边我们同样在做这个 Move 之后呢，它就可以是跟我们前面一个母层一个子层这样子是可以搭配的起来的状态。好，那我们现在每一个子层它都是在0，然后我们原先移动前的它的起始的
子层也是从编号0开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将这两个 merge 在一起，我编号0的子层它就会变成有18个。那为了避免这个状态呢，我们需要将原先的这一个每一个的子层，我需要把它做+1，也就是原本0分号0的这一层的资料，它需要变成是0分号1这个命名的规则。好，那如果我们要直接改资料夹名称的话，我们可以用 Path Mapper。 好，我把它送过来。那我们的规则是有一个母层，然后一个子层。参考的来源，我们的 target 就是我们的目标，母层维持不变，然后在子层的地方，我需要让它是+1的状态。好，那这么一来呢，原先是0分号0的状态，它就会变成是0分号1。那这么一来呢，我就可以直接将它跟我们刚刚移动完的这个0分号0、1分号0直接把它 merge 起来。好，再移动过来看一下。那这样子呢，它就可以维持是顺向的，而且每一笔都是干净的这个资料排列了。好，我们这时候再看一下它的0分号0，就是在刚刚起始的这个位置，然后0分号1在这个位置。好，这样这个我把它放大一点，然后整理一下。这边我都将它做隐藏。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大致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呢，是我们要将它长不同的厚度。我们目前这边它都是只做了1层，也就是说呢，接下来好，我在这边我先让它 group 起来，每个是自己一个群组。我先把它 back 回 Rhino， 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呢，目前这样子它是一个群组的状态。我们接下来呢要做的是，比如说我单独随机的可能只选取这几个群组，然后我要把它往外再做1层，让它是比较厚的，这样它就会有一个起伏的层次。好，比如说这边选取这几个，然后这个是一样往外。好，这样子它就会再带有不同的深度的层次。好，我们回到这里。那我们目前都是已经干净的分组状态了。接下来我们如果要做到随机的选取，就是利用我们刚刚有用到这样子 tree branch， 然后这边是输入 path 的方法，比如我想要输入0分号5，这样子我就可以随机的去选取到我想要的这个资料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产生的随机数值呢，是它的这个 path 名称。我们要透过随机的去选取它的这个 path 名称，来产生一个随机的选取感。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将它的这个 path 搭配 list item 跟 random， 这时候就是直接处理它这个文字。我们来将它的这个资料夹名称用 list item 做随机的选取。好，比如说我现在这一个 path， 我如果选取 list item 0的话，我是会选取到0分号0这个编号。我如果选取8，我就是会选择到0分号8的这个分号。那如果我随机产生一笔数字，比如说是2357好了，这样子的数值，我就可以选取到0分号2、3、5、7这几个资料夹名称。这时候呢，我再搭配 tree branch， 就可以这样子随机的选取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在 list item 的这个 i 这边来产生随机的数值。我们使用的是 random。那我们要产生几个随机数值的范围呢，会跟它前面这一笔资料它的数量总共是多少是有关的。因为我的 path 名称总共就是有80个，那它这边就会有这个80的 count。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用 construct domain 建立一个0 to 80
这样子的数字范围。那因为我们要选取的是它的编号，它这边总共有80个资料夹的名称，那它的这个编号就会是79，也就是这个0到这个是79，所以我们在这个 B 的这个输入端这边，我们将它减1，在 expression 这边我输入 x 减1，好，那这么一来呢，产生的数值就是0 to 79。好，我把它送到 random 的这个 range 里面。那我们总共要产生几个数字，几个 random 的数字，这个就可以由我们决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总共有80个数字，那我们就用40好了。好，然后在 seed 这边我们可以让它是一个 slider， 方便我们等一下调整。好，那在这边呢，它是小数点，一样我们按右键选择 integer number， 让它是整数。那需要留意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是随机的数值，所以它有可能是会重复的。好，比如说这边6，它就重复出现了2次，但我们只需要产生1次。那在这边就可以用 create set 来将这一笔资料里面它有重复的，我们把它做剔除掉。好，刚刚有6的这个位置，好，在这边12这边有6，它在这边就把重复的6剔除掉了。那这个干净的随机的 item 参考，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到 list item 的这个 i 这边。这么一来呢，我们就会随机的去选取到这些资料夹的名称。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搭配使用 tree branch 来将它做资料夹的选取。这边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随机的选取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每一个随机选取起来的单元呢，往外，往它每个的法线方向移动。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前面这边有做的这个 vector to point。等一下，这个电池好像可以不用，直接把它送过来，应该是不会影响。好，这样电池就简洁一点。因为它这个 vector to point 我们刚刚是直接针对 offset 后的这个位置直接做 pull point， 所以它测量的这个向量它就是带有大小的，这边就可以直接做 move。 好，回到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往外移动的向量作为我们后面随机选取起来这个每个要分组移动的这个参考依据。那我们就把前面这个向量，这个好，它目前是我们在这边可以先给它一个 vector 的电池，我把它移到后面来，一个电池的容器，这样跟我们这边的电池比较近。那我们就把这个往外移动的这个向量，需要把它做跟我们前面这边一样的处理。好，我们先把它 simplify 之后呢，我们将它做 graft， 让它升阶。这么一来呢，就会是维持跟我们前面这边它是一样的一个层级。那我们刚刚有针对边边的这个，我们把它往旁边复制一次嘛。好，所以现在我需要将它的 list item 每一个编号0位置的这个向量，我把它用 list item 选取出来，然后一样我这边会需要用 path mapper， 上面这边的要加1，然后下面这边呢，因为它是前面 simplify 后的状态，所以我需要让它再多一个母层的结构，在这边我就按右键选择 graft。 好，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将它 merge 起来。这么一来呢，我们这边的资料结构状态就会跟上面这边是吻合的。好，0分号0，然后到3分号25。好，这边也是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它跟上面这边一样做随机的选取。我们这边一样使用 tree branch。那这个资料夹的名称呢，就是共用同一个，我们把它送过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move，将它往外做移动。好，这样子呢就移动好了。这边我就先都把它隐藏，这个保留好。
这个是移动后的，那这个是我们第一层的，这样子它就会带有一些厚度上面的层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将它上个色。那在上色之前，我们可以先用一个的电池容器，把这个第一层的跟这个第二层的这边我直接把它送进来，这样它就被集结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它做一个上色。我们如果要做上色的话，是用 Custom Preview。好，我把它送进来。那在颜色这边呢，可以给它一个有点像木头的颜色，假设是让它有点奶茶棕。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做好这个千鸟的格架了。我们可以把它 back 回 Rhino 里面，然后我们在渲染模式的时候，它就会是带有颜色的。那我在封面呢，在这个里面，我们有在做一个简单的量体。我们可以从前面这个 rectangle 这边将它做厚度，不管你是要用挤出，或者是我们用 box rectangle 也可以，因为我们已经有底面的这个平面，然后也有高度的资讯了，这边就可以直接使用。好，这样子呢，这边就会有一个简单的量体。那你也可以直接将里面这个量体变成是一个玻璃帷幕的状态。这样好，那我们有做参数化的优点是，我们建立的是一连串建模的逻辑。当我把前面这个替换掉，比如说我把它换成是曲线的好了，假设是这样，要留意一下你绘制线条的方向。好，比如说是这样子，4个分开的线，我把它按照顺序丢到 Grasshopper 里面。好，这样我就可以把它跟前面这个替换掉。先让它做显示，好，就可以把它替换掉。当然，你这个实际分割的尺寸或者是外推的深度，可能还会需要再做细调，不然它可能有的是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建立的是建模的逻辑，那像这边就是把前面一开始的方框替换成是曲线的造型，像这样。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支案例呢，我们练习了千鸟木构的建模方式。在一开始呢，我们先建立了基础的几何框架，使用到了 Shift List 搭配 Line 来产生一个斜线的模具。分割完了之后呢，我们使用了 Relative Item 搭配 Core Pattern 来产生左上到右下以及左下到右上，这样子类似菱格纹的连线。那接着呢，我们用 Random 搭配 Extend 来将线段的长度进行随机的延伸。延伸完之后，我们就有了中心的参考线段。我们使用 Perframe 来产生每一个线段的垂直参考平面，搭配的呢是 Sweep One Rail。最后呢，我们将已经分组好的木构单元进行随机的选取，搭配往外移动，这么一来可以有不同厚度的层次。那要达到这个目的呢，使用的是 Random 搭配 Tree Branch 跟 Move。 好，那这是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如果你想许愿下一支专题的内容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